韦伯望远镜呢发现了真实的宇宙起源。难道宇宙不是大爆炸形成的吗？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呢？在2021年的12月25日从南美洲的圭亚那太空中心呢就升起了一枚火箭，而火箭上携带的呢正是 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它是一个大型的红外望远镜能够拍摄到一些别的望远镜拍不到的东西，比如外星人的宜居星球、打破宇宙大爆炸起源的真相等等。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韦伯望远镜的大发现。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NASA 运载韦伯望远镜的火箭呢，在太空中飞行了1个月之后，终于抵达了预定的位置。发回来的第一张太空图片呢，当时就镇住了所有人。图上呢有壮丽的星云、优美的螺旋星系、闪闪的星星，真的是太美了。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普罗大众呢位于宇宙辉煌壮丽的景观啧啧称奇的时候，科学家们却从这些照片当中看出了新的门道。甚至有人提出从中就发现了挑战宇宙起源学说的证据。很多人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宇宙呢是从大爆炸当中出现的。这是当前最被大家接受的一个理论了，就是说宇宙在大约1380亿年前的一个密度极大、温度极高的基点呢突发了爆炸，并不断的膨胀，然后又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呢，才到了现在的状态。不过在韦伯望远镜的视野当中呢，却是另一番景象。它捕捉到了许多非常久远的星系图像，它的体积非常庞大，内部结构呢非常的均衡，让人产生了一种宇宙是瞬间从无到有的，它是跨过了漫长进化的这种错觉。仿佛呢一个瞬间一个完整的恒星星系就已经形成了，这让很多的天文学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而加拿大的一位天文学家伊林沃斯呢就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呢，他说现有的宇宙起源的模型都没有预测到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够解释为何宇宙呢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这么多的恒星。从哈勃望远镜开始呢，人类得到的宇宙的影像就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猜测。但是现在他们从韦伯望远镜上看到的图片却是和他们的预想根本就不一样，仿佛是在说哈勃的能力呢有限，让所有人都产生了错觉。而这个韦伯的发现呢，会改变人类对宇宙起源的固有认识，这或许就会动摇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的根基了。或许还有许多人认为呢，大爆炸是正确的，但对于科学来说呢，关于宇宙起源呢，却是众说纷纭。比如在2020年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最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呢，罗杰·彭罗斯呢，他就相信宇宙并不是唯一的概念，它是一个循环。他提出了一个宇宙共形循环模式，认为无限扩张扩展后的这个宇宙与爆发的起点可以用共形图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这一点足以解答人类所有的疑问，那就是大爆炸前的宇宙究竟是怎样的？彭罗斯就给出一个答案呢，就是大爆炸之前呢，实际上它和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的物理规律是一样的，而我们的世界将会在无尽的空间中开辟出新的世界。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失去，一切都是无尽的轮回，就像是一个人的轮回一样，生命逝去之后还会以新的方式诞生。所以彭罗斯呢，很久以前就设想过这种循环宇宙，直到89岁的时候呢，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彭罗斯于2020年5月呢，在英国皇家天文协会的月刊上就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他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了宇宙微波辐射中有霍金点。他从宇宙的微波辐射中就发现了之前的宇宙存在的证据。首先我们要解释什么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按照常理来说，大爆炸之后呢，宇宙会不断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嘛。根据这一点呢，宇宙微波的背景辐射在整个宇宙中几乎是一样的。而彭罗斯以及研究小组就发现呢，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至少有6个地方的点的温度呢比较高，我们就将这几个点呢叫做霍金点。它的尺寸是多少呢？大概是8个月亮的大小。而彭罗斯就相信这很有可能是前一个宇宙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而彭罗斯说，宇宙在每一次循环的最后会发生大爆炸，恒星化成尘埃，温度急剧下降，最终呢化作一片虚无，什么都没有。有的呢只是能量，有的是辐射，有的呢是黑洞。当宇宙温度持续下降，温度低于黑洞的时候黑洞就会发生蒸发，那么这个点的温度呢就会随之升高，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霍金点。在1974年，霍金在《自然》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黑洞在生命的尽头呢，会在最后的0.1秒之内发生爆炸。因此呢，彭罗斯和霍金的理论相结合，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呢在爆炸之后而形成的明亮特性，它将会在下一次的宇宙中显现，这是宇宙中的微波背景辐射中温度较高的地方。而正是因为黑洞向宇宙辐射蒸发能量呢，爆炸的概念是由霍金提出的，因此这个点呢就被命名为霍金点了。
在韦伯发现了新的宇宙起源之后，还发现了新的宜居星球，那会是外星人的家园吗？美国科学院呢，在2020年召开了一场名为 Astro 2020的大会，这是美国天文学与天文物理学家的首个10年调查。这是一个名为分析评估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呢，就是要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外星人的家园，找到他们生存的环境。这次的会议呢，已经表明了这是美国未来的天文学的领域最重要的目标。或许有人认为呢，追踪外星人这个词有些匪夷所思，不像是科学家所说的话，因为他们通常说的是在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迹象吧。其实发现一种外星细菌和发现一颗大脑袋的外星人呢，非常类似。因为如果你能够证明其他的星球上有微生物，那么整个浩大的宇宙呢，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庞大的宇宙当中会有更加复杂、更加智慧的生物，甚至是超越人类的存在，那就是外星人了。如今有了美国科学院的带头呢，科学家们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说成是伪科学了。NASA 就花了25年的时间，投入了100多亿美元才建成了韦伯望远镜。所有人都希望它能够帮助找到合适的星球，找到更多的外星生物。而韦伯望远镜最擅长的呢，就是观测很久很久以前的天体。那么它观测到底有多古老呢？就是宇宙诞生的第一个阶段，2.5亿年前。由于恒星产生于婴儿时期呢，它们的光大部分都来自于红外区域，所以哈勃望远镜呢，善于观测的是宇宙形成后大约10亿年之后出现的恒星。而韦伯呢，拥有独特的镜片设计，它包括18面六角形的镜子，它呈蜂窝状排列，整体直径为6.5米，而哈勃呢，则只有2.4米的主镜，因此韦伯可以聚集光的面积比哈勃要大好几倍。也就是说，它能够采集到更多的光线，并探测和发现到发光较弱的恒星。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韦伯送入到预定地点，火箭足足飞了1个多月。那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呢？那是在哪里呢？哈勃的轨道呢，是在地球的表面570公里左右，因为这还属于近地轨道嘛，由国际空间站派来的这个工程师就可以进行修复。而韦伯呢，是待在一个离地表呢150万公里远的地方。韦伯望远镜呢就远太多了，它所在的这个位置被称为拉格朗日点，这是数学家欧拉和拉格朗日呢在18世纪推算出来的，所以就用拉格朗日来命名。那么在这个空间点上呢，太阳和地球的重力刚刚达到平衡，这就可以让韦伯望远镜呢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而保持不动，两颗星球的重力呢都不会对这个望远镜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呢望远镜可以精确的调整。而拉格朗日点共有5个环绕着太阳和地球的地方，而韦伯呢刚好在第2个地点，因此呢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纷纷都前往美国的宇航局开始排队登记，想要将自己观察的恒星上报上去，希望能够在这场寻找外星人的比赛当中呢脱颖而出。那些天文学家、宇宙物理学家又是如何来判断我们星系之外的恒星有生命痕迹的呢？戴维·夏邦诺呢，他是加州科技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在对哈勃捕捉光谱进行分析时呢，就发现了一个遥远行星的大气层组成。这种大气元素呢千变万化，极具吸引力，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宇宙大气科学。目前所有人在通过对地外星球的大气层光谱进行分析，来确定这颗星球是否有生命的痕迹。德国呢有一位叫做克雷德伯格的天文学家，在听到了 Astro 2020的会议消息之后呢，就赶紧跑去NASA 排队了。等韦伯一上天呢，就可以立刻观测到自己所选的星体。那么这个伯格想要看到的星球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生命呢？他把自己的目标就定在了一个叫做特普杠1的星系上，它位于水瓶星座，离地球呢大约390光年远。主星呢是一颗超冷的红矮星，而红矮星呢是恒星当中最常见的形式。宇宙中73%的恒星都是红矮星，它个子很小，一般的直径和质量呢都不到太阳的1/3，表面温度也低于3500摄氏度，弱弱的发着红光。而 NASA 呢在这颗恒星的周围发现有7颗类地球恒星。所谓的类地球恒星就是它们的表面和地球有着类似的岩石构造。而这7颗地球呢里面呢有5颗和地球尺寸差不多，最关键的是其中3颗呢位于星系的宜居带上。那宜居带呢指的就是行星距离恒星的一个舒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不冷也不热，而星球的表面呢适合类似于地球生命形式存活。而伯格女士呢就瞄准了这3颗处于宜居带上的行星。那么这3颗行星呢会不会有生命呢？想要找到外星生命的踪迹，就首先要了解一点呢，就是这个行星上有没有大气层。如果没有的话，那有可能就免谈了。因为在韦伯发回来的第1组照片里有一张清晰的图片表明，这3个星球当中有一颗叫做特普1e的星球上居然有大气层。
而波哥小姐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从这颗星球的大气层中寻找到一些有生命迹象的东西。事实上，目前的科学家们都是以地球的生态为参照，假设它们的物质结构和地球上的生物是相同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能从已知的事物中来推断出未知的东西嘛，否则的话，一切的科学都无法成立了。所以伯格女士首先是要做的就是研究氧气和甲烷的光谱。毕竟在地球上，第一批微生物也是靠着光合作用来获得能量的，它们就像植物那样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而在其他的星球上，如果有微生物或者是植物也在进行光合作用它就会产生氧气。那么在大气层内就可以观测到氧的浓度的变化。而人和动物通过吸收氧来释放二氧化碳。假如这些星球上有动物和异形生物的话，你就可以观测到氧含量的改变。那甲烷呢是另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生物和微生物通过新陈代谢而产生甲烷，所以伯格女士能够从这个行星特普意义上可以观测到这个星球的大气层中甲烷的含量，来判断呢是否和地球有一样的生物。如果发现氧和甲烷的光谱指数，那么它就算中大奖了。而那是一颗岩石般的星球大气非常的稀薄，无法轻易的获得足够的资料。就拿我们居住的地球大气层来说，它的大气厚度呢，连地球的1%都不到。即便是韦伯这种威力巨大的望远镜呢，也仅仅能够观测到距离地球比较近的星球。所以韦伯是否真的能够观测到这个星球的确切大气呢？目前还不知道。当然这个问题被提出之后，一些专家呢也开始想象了，他们就说不应该只是将探测范围限制在氧气和甲烷的分子上。由于有些微生物存在在极端的环境当中就像我们地球上也有这种细菌，它们可以制造出其他类型的分子，也许这样呢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找到外星生命。而伦敦大学的物理与天文系的史蒂芬·菲尼呢，在一篇论文中他就说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宇宙呢，只是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因为在大宇宙中有很多的小宇宙，它们的物理特性可能各不相同，每一个小宇宙呢就如同一个小气泡，可以自由的在大宇宙中移动，甚至呢有些泡泡呢，也就是小宇宙在彼此之间还会发生碰撞，这些碰撞所产生的记录呢，就会留在宇宙微波的背景辐射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人体中有无数个细胞的那种感觉呢？而菲尼的研究小组呢，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上还发现了4个饼状的图形，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叫做宇宙淤伤。根据他的这个说法呢，他们说我们这个宇宙至少已经被其他的宇宙撞过4次了。这个多元宇宙和我们常说的平行宇宙有一些类似，不过在菲尼的这个多元宇宙中似乎小小的宇宙每一个都是完全独立的，互不干涉，一个生命呢也不会同时存在于多个小宇宙当中。而平行宇宙的理论则是认为在不同的宇宙当中都有同一个生命，只是它们按照不同的轨迹在发展。当然了，以上这些呢都是基于现代科学发展出来的假说而已。事实上，科学和神学呢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是他们的视角和层次不同而已嘛。而科学则是通过观察和学习，试图从现象中找到内在的规则。不过在现在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呢，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非常之少。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科学已经了解了所有的事情，因此呢，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的理论。没准在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们就会在宇宙中发现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了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